尔等只知飞剑斩人头，可曾见过导弹中靶心？放！凡人之躯，也敢弑神？化神大能又何妨？吃我一招！天地大同。仙人，我自会创建军火宗，闪击仙界。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；圣人不仁，以百姓为刍狗。高高在上的仙人眼中，凡人只是一种可再生的消耗品。你们说，这个贱民能坚持多久？不出10秒钟必死，我赌3块灵石。重生到此，既无系统傍身，又无超然天赋，只能沦为砧板鱼肉，任人宰割。这些凡人真是羸弱，连10秒钟都坚持不到，换下一个来。生而为人，何错之有？难道仙人就不是人？尔等凡人，在本座眼中与蝼蚁无异，而你最多算只大点的蝼蚁。给我跪下！纵然身死，也定不复命。倘若与我神力，我定当以凡人之躯诛仙。诛仙系统已觉醒，诛仙军火库绑定成功，奖励新手大礼包 AK47 烈仙步枪，宝灵碎片手雷。今日我便要诛仙。一介凡人也妄想诛仙，可笑！仙凡有别，凡人注定只能是我等修仙者踏脚石，这是天道。天道！我今日便要逆天而行。逆天而行，就凭你这个凡人贱民，还是你手中这个烧火棍？这小伙子失心疯了，拿着一根形状奇怪的东西就敢跟仙师叫板，死定了！我等仙人之躯，岂是你凡人能想象？来，使出你所有的手段攻击我！我从没听过这种要求，正好拿你试试 AK 的威力。怎么可能？凡人竟能伤我？一个凡人竟能伤到仙人，妖术一定是妖术，凡人怎能弑仙？凡铁绝无可能伤到修士。小子，此等神物，岂是你一介凡人配拥有的？这是极道帝兵的亵渎，交出来！你想要，我给你啊！这又是什么？这又是什么？气息晦涩，内蕴的毁灭之力绝不会错。帝兵，这定是某位大帝遗落的帝兵。哈哈，天助我也！得此神物，本座定然能屹立大道之巅。3、2、1，爆！长老，没了，我感觉不到他的气息了。长老可是筑基修士，就这么被凡人秒杀了。死了！仙人就这么被一个凡人杀死了！贱民，你到底用的什么妖法？我要让你给长老偿命！凡人敢弑仙，我要让你受千刀万剐之刑！有什么话，我的 AK 说去吧。全死了！仙人被凡人用那铁疙瘩全杀了！快跑啊！黑云宗的天要塌了！恭喜宿主，击杀炼器修士4人，筑基修士1人，解锁新武器加特林机枪。谁？出来！哥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瑶瑶，你怎么跑到这么危险的地方来了？我听说这些仙人杀人不眨眼，我怕你出事，就一路找来了。丫头，别怕，从今往后
再没有人能欺负我们，仙人也不行。无需灵力，竟可以凡人之躯，瞬杀筑基修士。这必然是极道帝兵。天佑我黑云宗崛起之日就在眼前。传令下去，流云宗疆域之内，凡擒获叶枫上交者，重重有赏。遵命。这叶枫分明是个凡人，怎会惹得流云宗这等庞然大物发布通缉令？听闻他身怀异宝，乃是失传已久的极道帝兵。不过是一介凡人，要是能抓到他，必能得到重赏。那叶枫不过一介蝼蚁，竟敢杀我黑云宗弟子！你们这些贱民，统统要给他陪葬！拿这些蝼蚁的血仙祭奠同门，再擒下叶枫，去流云宗领赏，岂不两全其美？哥，快到家了！哥，你怎么了？牛叔，你醒醒了！王姨、张叔，你们这是怎么了？谁干的？我要他血债血偿！仙人，叶枫，你终于来了！畜生！这些都是你们干的！小枫，不可顶撞仙师，快跪下，给仙师赔罪！三爷，我叶枫此生只归父母尊长，仙人仗着修为滥杀无辜，与畜生何异？小枫，你糊涂啊！仙凡有别，我们生来便低人一等，快跪下认错，求仙师饶命。仙人也不过是从凡人修炼而来，既然同为人，何来天生贵贱？若这天道不公，纵容仙魔为祸，那我叶枫今日便逆了这天，又如何？各位叔伯婶娘，都起来！这些仗势欺人的东西，不配受你们一跪。现在无需跪，以后也不用跪。小枫啊，使不得，仙师动怒，我们全村都要遭殃。听话，跪下认个错吧。听见没？这才是蝼蚁该有的样子。凡人命贱如草，叫你跪你就得跪，叫你死你就得死，不然你的下场比他们还惨10倍。连使者都不放过，你猪狗不如！叶枫，真当我等不敢杀你？仙师息怒，小枫年少无知，求您高抬贵手，要罚就罚老朽吧。三爷，从今往后有我在，谁也别想再欺辱我们。起来！你看他敢吗？你俩若想活命，就带着那小丫头从我胯下钻过去。钻，快钻！你们逼人太甚，小心！就是这古怪兵器杀了长老，区凡胎竟能倚仗此物是仙，难怪流云宗重赏通缉。今日就用你们的血祭奠乡亲。此物竟真能破我仙家护体！原来如此，此去如此大，过去之间却有间隙，奈何不得我等仙家身法？打不中，那便火力覆盖。一息3600桩，是神是仙都得死。这怪气的攻击范围太大，根本没有间隙可躲。诸位全力防御！挡？我看你们能挡到几时？不知即死，这就是传说中的极道帝兵，
恐怖如斯，快走！逃得了吗？看是你们的腿快，还是我的死马快？完了，我们都得死！仙人高高在上，在我的墙下，风声领导。叶枫，流云宗已设下围猎大会，你要是敢动我，必死无疑。围猎大会，我拭目以待。恭喜宿主获得38积分，智力解锁下一武器还需62分。新武器会是什么呢？小风，你一个人把他们都杀了？仙人不是不死之身吗？竟会被凡人杀死？哥哥，你太厉害了，连仙人都不是你的对手。各位长辈，村里血仇已报，从今往后有我叶枫在，绝不容人欺辱你们。凭什么仙人就能高高在上，凡人就要低人一等？我叶枫偏要创造出一个众生平等的时代。哥，我相信你。不过，哥，那个围猎大会听起来好危险，我们逃吧。逃，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。这围猎大会，我偏要闯上一闯。启禀宗主，属下赶到那叶枫所在村落时，黑云宗修士已尽数伏诛，无一生还。以凡人之躯连斩数十修士，极道地兵之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不过，属下在现场找到了这个金茶砚，却为叶枫之妹叶瑶的头发。很好，有此物为引，便能施展万里居身大阵，将其锁来。有此为质，还怕那叶枫不来？来人，起阵。遵命。此次围猎大会，诸位道友皆聚于此，目标只有一个：擒杀凡人叶枫，夺取极道地兵。听说那叶枫凭地兵之力灭了黑云宗一支小队，此等神兵当真可怕。古籍有载，使用地兵皆有修为要求，叶枫一介凡人却能催动，那必是地兵中的地兵啊！还真是看得起我。来这么多人，宗主有令，擒获叶枫者，可入流云宗为荣誉长老，享无尽资源。但地兵威力不可小觑，诸位可有万全之策？别吵了，别吵了，废话一堆。就你们这群酒囊饭袋，能讨论出什么？哪来的无知小辈，竟敢在此放肆！毫无灵气，不过是个凡人蝼蚁，肉体凡胎也敢混入大会？来人，将他剁碎喂狗！就不劳烦各位动手了，我就是你们要找到的叶枫。你就是叶枫，好狂妄的小子！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自来投。交出地兵，留你全尸。你们要的极道地兵就在这儿。诸位当心，这就是那极道地兵，不可小觑。不必惊慌，本座早有准备。空灵大阵起！是上古空灵大阵，此阵可压制一切灵能运转。纵使极道地兵在此阵中，威能也要大打折扣。叶枫，控灵大阵之下，又有数百高手环伺，今日你已插翅难飞。阵法不错，可惜我可从来没说过这是极道地兵。不是地兵，你什么意思啊？这铁疙瘩是何物？送你上路的好东西。报。这又是什么法宝？莫非也是地兵？此子诡异无比，诸位一起上，速战速决。来得好，都是我的积分，火力全开。控灵大阵为何对他无效？后面人多，包围他。瑶瑶接枪。哥，这怎么用？
不堪一击。恭喜宿主，积分达标，奖励新武器蜂巢无人机。无人机，这可是比加特林更先进的大杀器，不错。哥，这些神奇武器到底从哪儿来的？连仙人都不是对手。以后哥给你弄更多好玩的。好耶！瑶瑶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刚刚被伤到了？我的身体好像不受控制了。什么？天地无极，万里居身。瑶瑶，瑶瑶，叶枫，若想保全你妹妹性命，速速带上地兵来我流云宗伏法。流云宗，敢动瑶瑶，我定要你满门覆灭！今日便是流云宗除名之日，出发。站住！叶枫，你若敢在此动用地兵，你妹妹必死无疑。想保你妹妹平安，就带上这个。此环乃宗门特制，能遏制使用者召唤所有灵气，包括地兵。还不进去受死！流云宗，今日必让你血流成河！启禀宗主，9级控灵大阵与3层上古风灵结界均已布设完毕。好，哈哈哈哈！多重禁制加持，地兵再强也难以发挥。叶枫今日休想活着走出大殿！放了我妹妹！叶枫，你终究还是来了。来人，启动大阵。数重禁制加深，你的地兵已成废铁，还不束手就擒？为了对付我，你们倒是煞费苦心。我妹妹在哪儿？瑶瑶，哥，快走，别管我！敢动我妹妹，你们所有人都得死！地兵被封，你不过是个凡人蝼蚁，也敢口出狂言？现在的你，在场随意一人，一根手指便能刀死。现在交出地兵，跪地求饶，本座留你全尸。跪下！你们当真以为胜券在握？今日便让尔等见识何谓诛仙！这些是什么？能让本座毫无察觉接近主年？难道何方大能再次催动灵气？大能？这是送你们上路的厚礼。什么？难道这也是地兵的一种？你已被禁制所困，为何还能催动地兵？还好本座早有准备，布置了上古结界。就算是地兵，想突破结界，也得花一番功夫。是吗？这怎么可能？竟能无视上古结界？这些结界可是花费宗门巨大代价才布置而成，为何一点用也没有？我何时说过？这是地兵，自视甚高的仙人，感受一下凡人的科技力量吧。
这就是极道地兵之威吗？肉身触之即溃。敢伤我妹妹，今日我要这流云宗鸡犬不留。叶枫，尔敢？老狗，你才是祸首，拿命来！金光盾起。哈哈，能挡住，此物绝非极道地兵，区区凡铁，竟敢戏弄本座，装神弄鬼。我何曾说过他是地兵？杀你，凡铁也足够了。金光盾第二重固。本座的全力防御其实倒是你，不知能不能挡得住本座一人。果然，对付这种级别的修士，现有的火力还是不够。恭喜宿主积分达标，奖励发放 RPG 火箭炮。来得正好。诸位，此子已受内伤，他的兵器并非无敌，何须再夺？信宗主的有效，宗主所言不虚。原来只是虚张声势，区区凡铁，安敢欺我？老夫竟被一介凡人唬住，定要将你抽魂炼魄，方解心头之恨。能躲开，是你们运气好，中弹，你们也要死。所有人速速退至本座身后。金光盾第三重。蝼蚁之力也妄想撼动仙家神通。宗主归我！怎么知道徒劳无功，认命了？瑶瑶，没事吧？哥，我没事，他们太厉害了，我们快逃吧。走，痴心妄想，当我流云宗是尔等凡俗客栈，来去自如不成？走，我今日是来灭门的。死到临头还敢嘴硬，本座便先将你碎尸万段，再让你妹妹去陪你，叫你们知道忤逆仙人的下场。至于这些奇巧淫技之物，本座便带你收下来。你是不是高兴得太早了？无人机跟加特林奈何不了你，那他呢？凡人蝼蚁，纵然你有再多的诡异武器，在本座面前照样如同废铁。是吗？在我的火箭炮面前，一切都将化为灰烬。这一炮，我建议你躲。躲？非是地兵，也配让本座闪避？若能伤我半片衣甲，都算你本事。宗主的气息消失了。宗主灰飞烟灭了。这武器真的不是极道地兵吗？虽是凡铁，但灭你们足够了。今日起，世间再无流云宗。听说了吗？流云宗那个一流仙门让人给灭了，而且动手的是个凡人。凡人灭仙宗，这是要逆天啊！查，这个叶枫能以凡人之躯弑仙灭宗，即便没有地兵，身上也必定藏着惊天秘密。
卑贱蝼蚁，还敢偷懒？今晚都不想吃饭了吗？凭什么？我们已经尽力去做事了，他们还要把我等当猪狗？我们是活生生的人。陈生，不要命了，被听见会被打死的。不过我听说流云宗被一个凡人给灭了，是真的。凡人弑仙了。什么？凡人灭了仙宗？凡人能弑仙，仙人并非不死，凭什么我们的命要由他们掌控？干活时还敢嚼舌根，活腻了！仙师饶命，小的再也不敢了。饶命！你们这些贱奴死了，再去抓就是。废物！你小子眼神很不服啊！这样的生活继续下去，最终要么累死，要么被打死，我受够了。你们应该都听说了，凡人灭了流云宗之事，我陈生不愿再跪着等死。我查过了，看守我们的只是最低阶的修士，只要我们齐心，一定能逃出去。有种的，跟我来！反了！区凡人蝼蚁也敢造反！宗主，凡人暴动乃是我荒域建立以来唯一一例，若是不处理好，日后恐怕凡人会更加难以掌控。传令，3日后让血魔血洗云州城，我要让天下凡人知道反抗仙家的下场。凡人就该有凡人的觉悟。听说了吗？云州城凡人暴动，领头的叫陈生，现在天煞宗要屠城了。仙门一怒，伏尸100万啊！云州仙人屠城，这事儿我管定了。哥，你真的要去云州城？我听说那里的天煞宗比流云宗势力更强，我怕你。瑶瑶，死刑虽险，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。云州城这批凡人是第一批敢于反抗修士的人，若他们遭难，日后谁还敢站出来？所以，云州城这一趟，我非去不可。既然你决定了，我陪你一起。放心，有哥在，绝不会让你有事。看来云州城的情况比我们想的更糟。请问云州城现在情况如何？小伙子，现在城里到处在抓凡人，逃都来不及，你还往里走？都怪那个什么诛仙凡人灭了流云宗，惹恼了仙人。要不是他，陈生也不会造反，哪来现在这屠城之祸？爷爷，您别胡说，敢带头反抗仙人，那才是真英雄。尤其是那位灭了流云宗的前辈，简直是我辈楷模。小兔崽子，小声点，被仙人听见，咱们都得没命。仙人的力量，哪是我们凡人能抗衡的？进去！我倒觉得这位小兄弟说的在理，总得有人踏出第一步，说不定就真成了呢。没错，说不定我哥就是那个成大事的人。瑶瑶，在外头要低调些。你们这些年轻人啊，总爱异想天开，那可是仙人，一抬手就能压死一片凡人。喂，小伙子，云州城的情况都跟你说了，你怎么还去送死？送死，鹿死谁手，尚未可知。年轻人，云州去不得，有志气是好事，可也不能白白送死。多谢老哥好意，但我此行正是为了平息云州之乱而来。听听，现在的年轻人真是口气比天大，什么话都敢往外蹦。所谓仙人，不过多修了几门术法，便是凡人如草芥猪狗，天地不公。若无人挺身而出，这世道永无光明。兄弟，说得好，
凭什么他们生来高高在上？我跟你去，就算死也要死得堂堂正正。你个不孝子孙，给我回来！你不要命了？上面下令屠城，你们这些蝼蚁竟敢私自逃窜！完了吧！刚才那些话，莫不是被听到？仙人息怒，仙人息怒。老朽一向敬奉仙人，我这孙子年幼无知，胡言乱语，求仙人饶他一条小命。小子，骨头挺硬啊！刚才不是说的挺痛快吗？要杀就杀，我张健宁可站着死，也绝不向你们这些恶魔屈膝。快跪下！你怎么敢顶撞仙人？我们老张家就你这一根独苗啊！爷爷，事到如今，跪着就能活吗？跪着生不如站着死。仙人老爷，要杀就杀我，所有过错都是我管教无方，求您放过孩子。老东西，少在这儿演什么苦情戏！今天你们爷儿俩都得死。尽管动手，我张健要是皱一下眉头，就不算好汉，是条有血性的汉子。放心，有我在，今天谁也动不了你们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敢在这里大放厥词？莫不是得了失心疯？今日你们这些蝼蚁，一个都别想活！我说的。我还不想死啊！都怪你们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蠢货！你和那个陈生一样没本事，还非要逞能得罪仙人，才害得我等要陪你们送死。没错，要不是陈生带头反抗，仙人怎么会屠城？我们本就低人一等，老老实实为仙人使唤怎么了？至少能活着。我说过，仙人并非不可战胜，我能对付他们。到现在还在装，你以为你是那个灭了流云宗的高人吗？普通人面对仙人，只有死路一条。兄弟，我佩服你的胆识，但这说大话的毛病真得改。事已至此，大不了一死，我认了。我哥才不是说大话，在他眼里，这些仙人根本不算什么。疯子，你们两个都是疯子，我等都要被你们害死了。有意思，好久没遇到这么不知死活的人了。真把自己当成那个灭了流云宗的凡人了，没有那个本事，却得了同样的疯病。既然你这么嘴硬，那就先拿你开刀。有没有可能，我就是你们口中那个灭了流云宗的人？你说你是那个诛仙凡人，那我就是渡劫大能了。这些凡人不仅蠢，还都得了妄想症。也罢，遇到两个失心疯的傻子，我认命了。没工夫陪你演戏，既然你找死，就拿你击刀。仙人怎么飞出去了？而且好像没气了。凡人怎么可能打飞仙人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究竟是什么人？我刚刚就说过，是你们自己不信。现在下去陪他吧。这位兄弟，你以凡人之躯连斩2位仙人，你到底是？我哥就是灭了流云宗的叶枫。什么？
你就是那位传说中的人物。原来传闻是真的，真的有凡人能斩杀仙人。多谢恩人救命之恩。小友，刚才老朽有眼无珠，实在对不住。无妨，不知者不罪。叶大哥，您一直是我的榜样，请让我追随你，我也想为反抗仙人尽一份力。你很不错，但现在云州城危机四伏，我难以分心。不过我记住你了。小友，我们走。恭送恩人。放心，有我在，绝不会让屠城惨剧发生。看来云州城已经彻底失控了。把所有凡人统统抓起来！老哥，为何抓捕凡人的也是凡人？修士何在？你是外地来的吧？这些都是城中的贵族，帮着仙人抓捕凡人，换取功劳。等到屠城时就能活命，快逃吧！原来如此，这些投靠仙人的贵族比修士更可恨。既然他们要抓人，不如将计就计。瑶瑶，记住，一会儿不要反抗，跟着他们走，见机行事。进去吧，好好享受最后的日子。你们这些仙人的走狗，迟早要遭天谴。能给仙人效力是我们的福分，你还是担心自己能不能留个全尸吧？此人能在如此境地仍保持气节，倒是难得。哥，这里好可怕。别怕，有哥在。这位兄弟很面生，不是云州人。确实不是，从外面来的。外地人，明知云州正在屠城，还自投罗网。谁说这是自投罗网？我是来解决云州之事的。解决云州之事，果然，我就猜你是仙人派来的细作。说吧，打算怎么处置我们？陈老哥，你太紧张了，我要解决的不是你。那你一个外地人，这个时候来云州所谓何事？自然是来终结这场屠城之祸。解决仙人屠城？小兄弟，你这个玩笑开的可太大了。如今屠城已成定局，以我们这些凡人的力量，根本无力回天。陈兄说的对，除非是那位灭了流云宗的诛仙凡人亲至，否则我们连一丝希望都没有。哥，你现在都成了人家的精神支柱了。那是自然，我可是你哥。小兄弟，你要真是那位诛仙凡人，我这条命就交给你了。可惜啊，我陈生这辈子没服过谁，唯独那位诛仙凡人是我心中真正的英雄。可惜此生无缘得见。吵什么吵？活腻了吗？没想到这地牢里还藏着这样的角色，把门打开。小妹妹，跟哥哥走吧，把哥哥伺候舒服了，保你吃香喝辣，还能在屠城中活命，怎么样？你还是人吗？他还是个孩子，畜生！生哥，你没事吧？饿了3天还有这般力气，我做事轮得到你这个将死的贱民指手画脚？小妹妹，待在这里只有死路一条，跟了我，不仅能活命，还能享尽荣华富贵，如何？当着我的面调戏我妹妹，你找死！你敢打我？打你！
我还要杀你；打你，我还要杀你。敢动我妹妹的，你是第一个，也是最后一个。你竟敢杀害公子，你完了！小兄弟，你这是什么兵器？不过是我研制的一种暗器，取人性命于瞬息之间。杀得好！这等禽兽不如的东西，死有余辜。此人身份尊贵，杀了他，恐怕要惹来灭顶之灾啊！无妨，敢打我妹妹的主意，就算是天王老子，我也照杀不误。哥，你最好了。是谁？是谁杀了我儿？陈胜，你屡次煽动暴乱，今日又害我儿性命，我定要取你首级，祭奠我儿在天之灵。想动胜哥，先过我们这关。不错，你儿子就是我杀的，仙人的走狗，死不足惜。果然是你，我要将你千刀万剐，悬尸城门，向仙人请功。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我陈生若是皱一下眉头，就不算好汉。临危不惧，是条真汉子。哥，他是个好人，救救他吧。陈胜，你以为一人承担就能保全他们？太天真了！今日你们一个都别想活！有我在，看你们谁敢动他们一根汗毛！哪来的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？一个阶下囚也敢在此大放厥词！来人，先把这个不知死活的东西解决了！小兄弟快走，这些都是贵族的精英护卫，不是你能对付的。向逃，晚了！我何时说过要逃？这怎么可能？你手中究竟是什么邪物？你还不配知道。全部一起上，我就不信他一个人能敌得过我所有精锐。一群为虎作伥的走狗，死不足惜。全死了！这暗器之威，竟恐怖如斯！现在该轮到你了。别杀我！杀了我，仙人们绝不会放过你！谁敢动我的人？仙师，您终于来了！这些凡人要造反啊！现在仙师亲临，看你们还能嚣张到几时？仙人既至，我们再无生还可能。都怪我，是我连累了大家。申哥，从追随你那日起，我们就已将生死置之度外，你不必自责。黑袍大人，就是这些人对仙人不敬，还有这小子胆大包天，残杀护卫。一群蝼蚁，现在跪下磕3个响头，或许还能留你们全尸。磕头？去地府给阎王磕吧。不可能！凡人怎么可能杀死修士？这暗器竟能诛仙，这位兄弟究竟是何方神圣？废物，竟被凡人偷袭的手，死不足惜。大人，此辽胆大包天，竟敢袭杀仙人，请准属下将他炼入灵幡，让他永世承受炼魂之苦。小心，那灵幡会吸人魂魄，让人受尽749种酷刑，永世不得超生。倒是有些见识。放心，你们一个都跑不了。吸魂炼魄，去！就这破玩意儿也想炼我？
我的灵幡被毁了。凡人竟能摧毁灵气，他手中兵器有古怪。这究竟是什么神兵利器，竟强悍至此？这等害人之物，不知残害了多少无辜，留之何用？还有何手段，尽管使出来。大人，此子兵器诡异，竟能破灭灵气，我等肉身恐怕……仙师，这是何意？再动，死！有趣儿，堂堂仙师也会惧怕我一介凡人？此人如此镇定，必有倚仗。大人，凡人催动，却能诛仙灭气，这莫非就是传闻中荡平流云宗的极道帝兵？难道他是？你说他就是那个灭了流云宗的凡人？难道真的是那位传说中的人物？不可能！若他真是那位诛仙凡人，怎会被区区凡人擒获，囚禁于此？言之有理，或许只是学了点邪门歪道。若真是那人，岂会在此现身？这世上没什么不可能，比如现在，你们都将死在我这个凡人手中。区区蝼蚁也敢口出狂言，给我上！取他首级。人多，那就换个玩法，去地狱忏悔吧。敢杀我，血魔老祖绝不会放过你！你们所有人都将被炼入万魂幡，永世不得超生。我的命运还轮不到你来决定，倒是你，我让你死，你就得死。仙师们全被一个凡人杀了。仙人在这位兄弟面前简直如同土鸡瓦狗，没了主子撑腰还想逃？诸位，仙人已灭，随我杀出去！你们要造反吗？仙人已死，还有什么可怕？杀！完了，一切都完了！你这走狗，早就该下地狱了！多谢相救，敢问阁下究竟是何方神圣？你会知道的。我哥是天下最厉害的人。今日的云州城注定不会平静。这是怎么回事？那就是万魂幡。孩子，救救我的孩子！这等伤天害理之物，今日必毁！不可！那万魂幡周围危险无比，现在过去就是送死。相信我哥，只有毁了那邪物，才能终结这场屠杀。云州城已经沦陷了，我们无能为力。当务之急是保存实力，以待来日。这临阵脱逃的骂名，我陈生背了，但只有活下去，才能延续希望，为今日的亡魂讨回公道。你的苦心我明白，是条真汉子，但你说错了一点。什么意思？你低估了我的实力，无论是万魂幡还是仙人，我自有办法对付。意思就是，我现在就要让这祸事邪物永远消失。难道你真的是那位诛仙者？
叶枫在此。这怎么可能？老祖的万魂幡竟然被一个凡人损坏了。黑袍临死前的传讯没错，那小子手中的兵器恐怕真是极道地兵。不愧是仙人至宝，竟能扛住这一击。您就是那位荡平流云宗的诛仙凡人？现在信了吧？我哥可是能诛仙的大英雄。在下有眼无珠，还请大人恕罪。不必称大人，你一介凡躯，敢对抗仙门，才是真正的豪杰。区凡人确实有几分本事，不过只要老夫尚存一息，万魂幡便能吸收魂魄修复，堪称不灭。纵使你手握地兵，又能奈我何？传说中的诛仙凡人，你的地兵再强，打不中目标也是废铁。今日就让你眼睁睁看着这些凡人蝼蚁被屠戮殆尽。卑鄙！叶兄，现在该如何是好？叶枫，老夫倒要看看你这凡胎肉身如何抵挡万魂噬心。等你成为万魂幡的养料，你的极道地兵都是老夫的。哥，小心！哥，小心！不知道能不能防得住。修士出手相救，这怎么可能？何人胆敢阻挠老夫？万魂幡翻眼是核心，只要被翻眼照射到的，无论是修士还是凡人，都会被吸入其中，抽取魂魄。阁下究竟是谁？看来这神秘人并非敌人，当务之急是先破了这万魂幡。有了，也让你们尝尝万魂幡的滋味。那是什么法器？快拦住他们！是极道地兵，快散开！混账！那究竟是什么邪物，竟能切断老夫与万魂幡的联系？现在该轮到你们体验万魂噬心的滋味了。不要过来！快逃啊！被万魂幡炼化，将永世不得超生。此等手段，闻所未闻。叶兄真乃神人也！现在攻守一行了，给我练！魔鬼，你是魔鬼！既然你们喜欢用凡人炼幡，那就让你们这些高高在上的仙人也尝尝被炼制的滋味。我的万魂幡呐，现在出手，恐怕要被那叶枫极道地兵击杀。可要是不出手，就这么眼睁睁看着万魂幡被他抢走吗？进退两难呐！血魔老祖，你要是再不出来，你的万魂幡我就笑纳了。老祖，快出手救救我等啊！请老祖出手，
堂堂血魔老祖，难道就这样看着你的徒子徒孙死在我的手中吗？不过是个贪生怕死的小人。就算知道这小子是在激我，我也认了。万魂幡只能是我的。终于舍得出来了。还老夫幡来。万魂幡最终还是老夫的，我还以为你那还真是什么了不得的极道地兵，没想到被老夫2招就吓跑了，都是废物。老祖威武！哥，这血魔老祖好可怕，要不我们逃吧？是啊，叶兄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，逃吧！不怕，我自有主张。叶枫，老夫要把你炼制成主魂，让你受尽万年折磨，方能解老夫心头之恨。你有没有感觉到万魂幡有些沉呐？好像是有点。什么情况？这是什么？这是送你的大礼。报！豪祖不见了，他的气息也消失了。老祖被那个凡人用极道地兵杀死了，快逃啊！凡人之躯灭杀血魔老祖，要是凡人都能习得叶兄本事，何愁大事不成？恭喜宿主，积分已满，解锁新武器电磁炮。不错，又多了个手段。万魂幡确实是个宝贝。多谢恩人救命之恩。不必如此多礼，我来此本就是为了解决云州之事。叶兄，若不是你，恐怕我们所有人已经被炼入万魂幡了。我哥向来做好事不留名的，你们这样，他该害羞了。瑶瑶，瞎说什么呢？陈生，这便是那解决血魔老祖之物，你要妥善使用。多谢叶兄，如此重要之物，说送便送。以后叶兄若有用得到我的地方，万死不辞。云州之事已结，我也该走了。放心，不久后会有用得上你的地方。瑶瑶，走吧。刚才在万魂幡手中救下我的神秘女人，明显就是个修士。看来修士中也不全是坏人。不论你是谁，我一定会找到你。禀告宗主，云州城凡人全跑了，血魔老祖也死了。什么？那陈生竟能做到如此地步，连血魔都不是对手。不是陈生，是灭了流云宗那凡人干的。竟是那诛仙凡人。宗主，此子已成气候，若不尽早铲除，恐将动摇我天煞宗根基。区凡人也配逆天？他虽有诡异兵器，却终究是凡胎肉体，不能御空，逃不出多远。传我号令，天煞宗所有附属势力全力围剿此寮，取其首级者，赏上品灵10万颗。谨遵宗主法旨。单打独斗，终究力有未逮，是时候建立一个属于凡人的势力了。当务之急是要先突破天煞宗的包围网。哥，那些修士明明不是你的对手，我们为何要躲躲藏藏？我的武器虽然厉害，但我终究是血肉之躯，面对成千上万的修士，总有筋疲力尽之时。不过我早有准备，去吧。发现目标，快追！哥，你这招太妙了！趁现在，快走！调虎离山，在本王面前也敢耍这等把戏？既然被你识破，那就战！这就是所谓的极道地兵，不过如此。还有什么手段，
尽管使出来。便尝尝这个。万雷天牢引。什么诛仙凡人，不过浪得虚名，今日便要你葬身于此。果然棘手。凡人终究是凡人，上不得台面。本王这就送你上路。天雷降世。好强大的雷电能量，正好为我所用。你那是什么武器，竟能吸收本王的攻击？让你也尝尝雷电的滋味。终于解决了。哥，你真厉害！恭喜宿主，积分1满，解锁新武器激光枪。激光枪，好东西。不过当务之急还是先带瑶瑶远离天煞宗范围。雷电法王也死在了这凡人手中，废物，通通都是废物！传我命令，拳皇玉通缉叶枫，我要让他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遵命。这块山头不错，适合剑宗。瑶瑶，你觉得呢？我觉得也是个好地方，哥的眼光不会错。听说建造宗门很花钱，这些战利品应该够了吧？喂，哪来的野小子？这里是我赤炎宗地界，想在此开宗立派，必须征得我宗同意。果然是有主之地，我就知道剑宗没这么简单。那请问二位，这剑宗需要什么手续呢？第一，就是要先缴纳200灵石的入场费。不过看你这寒酸样，还是个凡人，恐怕1颗灵石都掏不出来吧？灵石？是这个吗？二位看看，这里面的够吗？你一个凡人能有什么灵石？要是敢骗我，别怪我翻脸不认人。这里面少说也有几千，而且全都是上品灵石。这怎么可能？我1个月供奉也才10块中品灵石。瞧你们这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，这些东西我哥多的是，这不过是9牛1毛罢了。瑶瑶，我说过要低调。血魔老祖、雷电法王可都是修士里的大人物，他们的存货自然不少。两位，这入场费够了吗？你等会儿。听到了吗？这小子身上还有更多灵石。这小子定是走了狗屎运，一个凡人竟有如此身价。此地人多眼杂，不如我们找个僻静处把这小子干了。灵石是够了，走吧，带你去宗内办理手续。瑶瑶，你找个安全的地方休息，我去就回。给瑶瑶留了武器，安全应该不成问题。走吧。这路怎么越走越偏？不像是去赤炎宗的路吧？当然不是，你一介凡人，身怀如此重宝，难道不知道怀璧其罪的道理？把身上所有灵石通通交出来，还能饶你一命。原来是想黑吃黑，灵石都在这里，就怕你们没这个本事拿。这么多灵石，你一个凡人把握不住的，拿来吧你。想要，得先问问我手中的 AK 答不答应。什么玩意儿？一根烧火棍也想对抗仙人？你不会以为你拿个破烂就能唬住我们吧？你上来试试。这玩意儿怎么能发出这么巨大的声响？不像是凡物啊！难道这小子真有倚仗？灵石就在这儿，过来拿。这小子一定是在故弄玄虚。这肯定是什么凡人戏法，我们可是仙人，难道还怕他一个凡人不成？好兄弟，
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，你先上，待会儿你拿到灵石，你6我4。你的修为一直比我强点，要不你先上吧，我相信你。不，还是你来。你俩干啥呢？唱戏啊？到底巧不巧？这好像不是戏法。刚刚那棵千年古树，就你我练区的修为，恐怕都难以撂倒吧。此人的眼神不似其他凡人，对我等一点忌惮也没有，不对劲啊。还有刚才他的妹妹也是，根本不怕我们。你看他那样，气度不凡，不像普通人，可他身上明明一点灵气也没有，根本没有修为。我知道了，有些大佬就喜欢隐藏修为，装凡人行走人间，称之为红尘炼心，一定是这样的。还是你小子聪明，只有这一种解释了，还不快去拜见高人？前辈，是我等有眼不识泰山，冲撞了前辈，请前辈开恩。这两个傻子看来是把我当成仙人高手了，有趣。无妨，不知者无罪，起来吧。多谢前辈。前辈既然要见宗，请随我到宗内办理手续。上道。前辈修为深不可测，行事还如此低调，真乃吾辈楷模。前辈想必是第一次来我们赤炎宗地界吧？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，能办到的我们一定尽力。帮我把剑宗的手续办好就行，好处少不了你们的。前辈放心，这事包在我们身上，绝对给您办得妥妥当当。前辈，这里就是我宗处理各项事务的中书院，剑宗手续也是在此办理，您请。前辈，以您的身份，何必走那些繁琐程序？我直接禀告长老，给您一步到位。还是你办事周到。前辈谬赞了，这都是晚辈分内之事。喂，你们好歹也是我赤炎宗正式弟子，对一个凡人这般卑躬屈膝，成何体统？看你们这副模样，跟人家的仆从有什么区别？真是丢尽宗门的脸面。有眼无珠的东西，这位前辈乃是隐世修行的高人，岂是你们能妄加揣测的？就凭你们这点眼力，难怪在中书院看了3年大门。胡说八道！此人分明就是个普通凡人，哪有什么高人风范？修士给凡人当随从，这事要是传出去，你们就别想在宗门里混了。能为您效劳是我们的荣幸，有些人想伺候，还没这个机会呢。你们的态度很不错，这2颗灵石就赏给你们了。多谢前辈厚赐。这难道是传说中万年难得一见的蓝玉灵石？一颗蓝玉灵石可抵上1000中品灵石，就这么说送就送了。都说了前辈是高人，你们还不信，蠢货！前辈，这边请。要是我第一时间能认出前辈，好好服务，说不定现在得到奖励的就是我了，大好机会啊！听说了吗？这人刚刚随手就打赏了2颗蓝玉灵石，简直是暴发户啊！能随手送出蓝玉灵石，此人的财力恐怕超过大多宗门长老。吵什么呢？安静！长老，这位前辈要移山头剑宗。前辈，剑宗，这不就一凡人吗？隐世高人。千真万确。这蓝玉灵石十分稀有，据我所知，只有一些化神以上的大能才喜欢收藏把玩。难道不知前辈来此，还请见谅。无妨，手续办好就行。这是办手续的灵石，你看看。够了够了，
前辈，这便是我赤炎宗的最高剑宗许可，拿着它，你在赤炎宗范围内，剑宗无人可为难你，不需要什么手续。如此，便多谢了。不知前辈打算招收什么样的弟子？我这边倒是有些优秀的苗子可以推荐。我的宗门只招收无灵根的凡人。无灵根的凡人，前辈，恕我愚昧，不能修炼的凡人招来何用？我自己就是凡人，当然也只招凡人。前辈别开玩笑了，您可是高人。我就是凡人，货真价实。你真是凡人？难道我还能骗你不成？我就是个凡人。凡人剑宗，简直是我赤炎宗立宗以来最大的耻辱！你竟敢如此戏弄于我！我何时骗过你？灵石是你亲手收下的，剑宗许可也是你亲自给的，怎么现在想反悔？若是你真不打算履行承诺，那就把我的灵石原数奉还。退回灵石，那袋灵石足够我10年供奉，到手的肥肉岂有吐出去的道理？怎么既不想退灵石，又不想让我剑宗？天底下的好事都让你一个人占尽了？休得胡言！我赤炎宗向来言出必行，你且去吧，今日不为难你。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为了维护宗门声誉，只能暂且放过这小子。算你还讲点信用。总算搞定了，接下来就该招兵买马了。哥，咱们这山门如此简陋，真的会有人愿意来吗？傻丫头，你哥我可是真能教他们诛仙的本事，放心吧，一定能招到人。走，跟哥去印传单。军火宗招收凡人弟子，可习诛仙之术。凡人诛仙，这宗门的口气未免太大了。不过倒是有趣，不妨前去一看。禀宗主，属下已搜遍整个荒域，仍未发现叶枫的踪迹。废物，连这点小事都办不好。禀宗主，近日火域境内突然冒出一个专收凡人的宗门，属下怀疑此事很可能与叶枫有关。除了那个小子，还有谁会建立这等荒唐的宗门？立刻派人前去查探。是。这就是军火宗，看着倒是有模有样。传单上说能让凡人打败仙人，我连做白日梦都不敢这么想。包拯，我向来有一说一，绝不搞虚假宣传。凡人开宗立派，真是闻所未闻。区区一个炼气期修士，怕是都能把这所谓的宗门给一锅端了吧？你们该不会是骗人的吧？说什么招收弟子，其实是想骗我们的血汗钱。大家放心，加入我们军火宗，分文不取。凡人建的宗门，倒是头回见。你是打算教人养猪呢，还是教人种地？说不定是教人怎么吃喝逛窑子呢。你们胡说什么？我们军火宗教的是真本事，你们又不是凡人，在这里捣什么乱？哟，还急了？该不会是被我说中了吧？瑶瑶，犯不着动气，这些人本就不是我们的目标。我们也想知道，若是真入了贵宗，到底能学到什么？传单上说的那些究竟是真是假？这位兄弟问到了关键，我军火宗确有秘术，能让凡人具备抵御，甚至诛杀仙人之力。这真是我今年听过最可笑的笑话。凡人诛仙，古往今来哪有这等事？痴人说梦。虽说我等凡夫俗子
确实做梦都想着能有与仙人抗衡的力量，可你这牛皮也吹得太大了吧？不靠谱，世上根本不可能有这种秘术。我知道你们此刻心中疑虑，既然如此，今日我便让你们亲眼见证何为诛仙秘术。今日我便让你们亲眼见证何为诛仙秘术。这个像铁南瓜一样的东西是什么法宝？此物毫无灵气波动，竟能悬空飞行。去！都看见了吧？这就是我哥的秘术，这等威力，难道还对付不了仙人？毫无灵气之物，竟能爆发出如此恐怖的能量。我没看花眼吧？要是能学会这手，我还怕什么仙人气啊？我说过，从不弄虚作假。既然开宗立派，自然要传授真本事。告诉你们，这只不过是我哥最普通的秘术之一，他还有更多厉害手段，真要施展出来，怕把你们吓坏。还有更厉害的，我学定了。我要报名。我也要加入。刚才那爆炸的威力，恐怕金丹期修士都难以应接。这凡人宗门深不可测啊！我方才口无遮拦，岂不是得罪了这位宗主？他若记恨，不行，得赶紧赔罪。方才是在下口无遮拦，多有得罪。我这张嘴有时候就是管不住。无妨，我并未放在心上，只要不打扰我宗，招收弟子就好。连仙人都被宗主吓跑了，这说明咱们宗门真有本事，我入定了。算我一个。还有我。大家不必着急，想要入宗的，请排好队，依次登记。军火宗，我也要加入。你是？叶兄，果然是你！这世间除了你，恐怕再没人有这般魄力与能耐创立凡人宗门了。跨越而来，你这一路想必吃了不少苦头。自云州城一别，我尝试过诸多为凡人争取权益之法，却都不及叶兄这般以实力说话来得实在。近日听闻竟有专收凡人的宗门，思前想后便赶来一探究竟，没想到真是叶兄。既然能在此重逢，便是缘分，往后就在军火宗安心留下，共谋大业。哥，咱们军火宗可火爆了，这才第一天就有80多人报名。很好，这仅仅是个开始，将来我们要招收上千上万的弟子。情况不对，外面有异动，你们拿着武器在这儿待着，注意安全。哥，千万小心。放心，你哥的本事你还不知道吗？既然来了，何必藏头露尾？就这点本事，也学人做刺客？既来行刺，便该有赴死的觉悟。住手！这声音似曾相识。你还真下得去手，不记得我了？原来是你，云州城那位女修士。姑娘容貌倾城，更要感谢当初云州城的救命之恩。叫我红绫就好。当日不过是顺手为之，在我尚未踏上修行之路时，也曾饱受不公。正因如此，我格外欣赏你为凡人抗争的魄力。可我一人之力终究有限，如今虽剑宗立派，前路却仍充满未知。
不瞒你说，我此番正是受赤炎宗长老指派前来对付你。如今宗内高层绝不会容许一个凡人在此开宗立派。以我现在的实力，纵然能剿灭赤炎宗，但动静太大，势必会引起天煞宗及其他宗门的注意。眼下我只想韬光养晦，积蓄力量，不愿再起战端。我明白你的顾虑，如今之计，唯有我能助你破局。如何相助？我来帮你清除赤炎宗内那些极端仇视凡人的高层，如此既不必覆灭整个宗门，也不会影响你在此立足。我很好奇，你我不过萍水相逢，为何要助我对付自己的宗门？因为我与赤炎宗大多数人都有血海深仇。好，我答应与你结盟。一言为定，我已有周全计划。你随我返回赤炎宗，假意拜入宗门，我们从内部瓦解他们的势力。恰巧几日后，赤炎宗北方的密林将有至宝现世，届时宗内高层大多会前往争夺，正是我们动手的良机。此计甚好，只是我的容貌已被长老识得，恐怕……这是我在秘境中偶得的宝物千幻，戴上后能与肌肤相融，任谁都看不出你的真容。好东西。争夺至宝的名额，我会尽力为你周旋，但你自己能拿到最好。赤炎宗，我来了。哥，你没事吧？放心，你哥我这么厉害，能有什么事？陈胜，我要外出几日，这段时间就由你协助瑶瑶招收弟子。明白，叶兄。不，叶宗主。若是遇到 AK 解决不了的麻烦，就用这个。明白。李长老，这位道友想要参加入门测试，这是我在山下偶遇的修仙奇才枫叶。枫叶，好名字，如此自不会暴露身份。参见李长老。红灵，我向来信得过你的眼，现在便去参加入门测试，看看他的灵根资质如何。能被李长老亲自带来的凡人，资质定然不凡吧？至少也该是上品灵根，否则怎会劳动李长老大驾？去吧，莫要让我失望。怎么回事？测试时竟毫无反应，莫非没有灵根？没想到李长老也有看走眼的时候。我宗测试10万年来从未出错，你就是个没有灵根的废物，滚出赤炎宗！李长老，这就是你见识浅薄了。谁规定没有灵根就不能修行？李长老，枫叶虽无灵根，但实力确实不凡，我绝不会看错人。没有灵根还能修行，你当我们都是3岁孩童吗？就是，这简直比老母猪会上天还要荒唐。是不是吹牛？你们马上就会知道。红灵，我再信你最后一次。若这小子拿不出真本事，休怪我翻脸无情。既然如此，我也无需保留了。这怎么可能？毫无灵根灵力，如何能发出这般威能的攻击？测试时乃玄铁精研所铸，即便是我要将其击碎，也需全力出手。此子非我。现在还有谁质疑没有灵根就不能修行？李长老，我推荐的人可还受得了您的法眼？妙极，无灵根而具此等实力，唯有一种解释，这便是传说中的无垢之体。虽无灵根，却能纳天地之力为己用，千万年难得一遇。原来是传说中的无垢之体，难怪这就说得通了。这些人的想象力倒是丰富，省得我多费唇舌了。枫叶，你可愿拜入老夫门下？李长老在宗内地位仅次于宗主，成为他的弟子，直接就是真传弟子。我赤炎宗至今仅有10位真传，这真是一步登天。
弟子枫叶拜见师父。好，好，好。真传弟子的待遇果然不凡，这居所比我的宗主大殿还要气派。枫叶，滚出来！真传弟子的位置你不配。深更半夜的，还有没有点公德心？让不让人休息了？那不是内门榜首王霸吗？这么晚来挑战，新晋真传？凭什么？你一个刚入宗的无灵根废物就能位列真传？我不服！我要与你决斗！这王霸蝉联内门榜首多年，却始终未能晋升真传，难怪对新来的枫叶如此敌视。这么多年都没能晋升真传，不如多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。要我说，你这脑子就不太灵光。你敢辱我？什么无垢之体？定是你用什么诡计蒙蔽了李长老。今日我非要揭穿你的真面目。见识浅薄就承认，李长老都已认可我的资质，莫非你是在质疑他老人家的眼光？我绝无此意。李长老定是为宗门事务操劳过度，一时不察才会被你蒙蔽。在我王霸看来，没有灵根就是一无是处的凡人，你也不例外。若真有本事，就亮出来瞧瞧。无垢之体，天生便孕育着半生气灵，可助本体征战。而你王霸，恐怕连我的气灵都敌不过。少说废话，要战便战。你不是觊觎这真传之位吗？我给你个机会，只要你能胜过我的半生气灵，我自愿退出宗门，并向李长老举荐你接任真传。此话当真？自然，大丈夫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那还等什么？速速召唤你的气灵。如你所愿。这是何物？形似南瓜，听闻气灵皆具灵智，此物看着毫无灵性啊！喂，你可会应答？枫叶，你竟敢戏耍于我，这根本不是什么气灵，我毁了它！无聊。内门第一的王霸就这么被一招解决了。这无垢之体竟强悍如斯，感觉比那些极品灵根的天才还要恐怖。师尊，您这是？好徒儿，昨夜你一招击败内门榜首的消息已传遍全宗，真是给为师挣足了颜面。只是随手应付，没想到他如此不堪一击。这是前往北方密林探寻至宝的资格令牌。我赤炎宗仅派出不足10人，你定要珍惜此次机缘。这正是红灵所说的寻宝名额，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。传闻此次出世的至宝举世罕见，若能得之，自是前途无量。即便无缘至宝，其中其他机缘也足以让你受益终生。师尊放心，徒儿定当全力以赴。你好生准备，3个时辰后出发。此次至宝出世，我赤炎宗志在必得。诸位皆是宗门精锐，务必要把握这天赐良机，定不辱命。诸位，准备启程。原定只有2位长老随行，我早有部署，如今突然增至5位，恐怕计划有变。5位我还嫌不够呢，有我在，来多少都无妨。无垢之体，依我看，不过是徒有虚名的废物体质，终究难登大雅之堂。
就这点微末道行，进了北方密林也是白白送死。几位长老此言何意？我似乎未曾得罪过诸位。你昨日击败的那门第一王霸，正是这几位长老共同栽培的弟子。你让他当众出丑，他们自然怀恨在心。原来如此，我未取他性命，已是手下留情。一个无灵根的废物，也敢在我等面前如此嚣张！目中无人，带到了北方密林，寻个机会做了他，届时霸儿便能顺理成章晋升真传。届时便说他夺宝时不幸殒命，合情合理。就算回宗，也无人能追究。此地机缘遍布，你等可先行探寻，3个时辰后于密林中央会合。枫叶，我们同行吧。竟敢单独行动，真是自寻死路。布置妥当，88枚手雷，够他们喝一壶的了。只是不知他们会不会中计。这几人对我恨之入骨，见我落单，必定追来。果然在此，休走！几位长老，不知我与你们有何深仇大恨，要这般穷追不舍？枫叶，你重伤霸儿，强夺真传之位，罪该万死。还有你红灵助纣为虐，今日留你不得，你们都要死在这里。究竟谁是猎人，谁是猎物？你们好像搞反了。就凭你们，一个修为低微，一个凡胎肉体，我等皆是宗门资深长老，要取你们性命，易如反掌。我二人亦是宗门精英弟子，胜过红灵10倍，能死在我们手中，是你们的荣幸。死到临头还敢猖狂！这句话原封不动还给你们。从始至终，你们才是落入陷阱的猎物。你此言何意？既入我阵中，今日你们一个都别想活着离开。事到如今，也不必再伪装了。你是那个凡人宗门的宗主叶枫，你竟没死！你们不让我建宗立派，就休怪我手下无情。红灵，你这叛徒，竟敢勾结凡人对抗宗门！几位长老莫非忘了，当年我初入宗门时，你们是如何折辱于我的？既然如此，那便手底下见真章。你二人费尽心机将我们引入阵中，可惜啊，红灵，你忘了件事，我乃是火域罕见的8星阵法大师，区区阵法翻手可破，在老四面前摆弄阵法，简直是自寻死路。待我寻得阵眼，破除此阵，看你们还能往哪里逃。这为何毫无灵气波动，连一丝阵法痕迹都感知不到？怎么，8星阵法大师束手无策了？你竟敢戏耍于我！此地根本未设阵法。错了，这是我为你们精心准备的专属地雷阵，倒要看看你如何破解。报。不堪一击。终于解决了。喜速中，击败伊玛尔，解锁新武器巡航导弹。巡航导弹，这可是战略级的大杀器。天地异象，是至宝出世了。至宝是我的，谁都别想抢。叶枫，若你能助我夺得至宝，我便可竞争赤炎宗圣女之位，届时手握权柄，你建宗门将再无阻碍。有理，那还等什么？
这是至宝万年玉髓的半生杀阵，任何蕴含灵气之物入内，都会被瞬间搅碎。至宝近在眼前，却只能干看着，真是极煞人也。有灵气便会被绞杀，巧了，我身上半分灵气都没有。叶枫，有把握吗？此物已是我的囊中之物。一个毫无修为的凡人废物，也敢在此大放厥词。我本人或许是真废物，但我的武器可不一样。我还以为有何妙计，用灵气取宝，怕是刚入阵就要被搅成碎片。哪来的蠢材，在此哗众取宠？谁告诉你们，我这武器需要灵气了？去。那会飞的到底是什么鬼东西？居然真的能避开阵法绞杀？不会真让他就这么轻易取到至宝吧？无数人争夺的至宝，这么简单就取到了？这东西我好像听说过，在荒域出现过。难道此人就是传闻中的？这么多人大生大死，就为了这么个玩意儿，真是不理解你们这些修仙的。给你吧。谢谢你，叶枫，我一定会报答你的。如此至宝，这小子转手就把他送给了一个女人。这小子莫不是传说中的究极舔狗？你才舔狗，你全家都是舔狗。我想起来了，此人是赤炎宗的红灵，一个金丹期弱鸡弟子，如此至宝，他不配。金丹期，给我提鞋都不配，也敢拿至宝？我想起来了，这男的就是前不久大闹荒域的凡人叶枫。此人据说拥有极道地兵，可与强大修士抗衡着。我想起来了，此人正在被隔壁荒域的天煞宗通缉，身上却有能击杀仙人的强大武器。凡人能用武器击杀仙人，不是极道地兵，还能是什么？万年玉髓，极道地兵，随便拿到一样，都肯让我等打破桎梏，还等什么？既然身份都暴露，那我也不装。要想战，那就战，你们一起上吧。这叶枫毕竟是大闹荒域的人物，就算是凡人，也不能掉以轻心。一介凡人，就算手持极道地兵又如何？依我看，是荒域的修士太垃圾，才把一个凡人吹得如此神乎其神。没错，我二人步入化神多年，会怕一个凡人？可笑！两位前辈说的没错，那荒域修士比起我火域，的确要差了不少。所以，这凡人的真正实力，肯定没有传闻中如此夸张。多说无用，让老夫去试试深浅。无知者无畏，这把年纪也该入土了。想跑，给我下来！两位化神前辈眨眼间都死了。原来真的有凡人能诛仙，而且还是秒杀。刚刚对我有杀意的人，一个也别想跑！快跑啊！别以为跑得远就没事，巡航导弹。还好当初没与叶枫为敌，太可怕了！恭喜宿主，积分100，解锁新武器高爆炸弹。好东西啊，威力巨大，仅次于核弹了。宗主，
至宝已获，可惜除了我们俩，其余长老和弟子都在争夺中牺牲了。不太对劲，小心！好一个吃里扒外的红绫，好一个凡人叶枫，真以为做的天衣无缝了吗？若不是孙长老临死前密令传回，还真被你们瞒天过海了。给我拿下！我看谁敢动？若是之前，我或许还要忌惮3分，但现在赤炎宗最强的5位长老已尽数伏诛，就凭你们这些土鸡瓦狗，连让我热身的资格都没有。你什么你？想要赤炎宗今日除名的，尽管出手试试。此刻与叶枫硬拼，确实没有必胜把握，恐怕还要付出惨重代价。冤家宜解不宜结，整日打打杀杀，那是野蛮人才做的事。我倒是有个两全其美的提议。什么提议？只要你们愿意听从我的安排，我保证让火域成为天下第一域，再也不用受周边各域压制。至于赤炎宗，将成为天下第2宗。你可知天下共有36域，我火域不过位列中下，我赤炎宗在天下大宗里更是排不上名号。这等狂言，我连做梦都不敢想，简直荒谬。在我叶枫这里，没有不可能这3个字。我们凭什么相信你？我相信叶枫。看看整个宗门，还不如一个女子有见识。既然如此，就让你们亲眼见证我究竟有没有这个实力。看见那座山了吗？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要让那座山从此在世间消失。发射！其之威足以将整个宗门夷为平地。那座山真的消失了？就算是渡劫巅峰的大能，恐怕也未必有如此手段。现在你们觉得这个提议如何？记住，你们没有选择的余地。若是拒绝，赤炎宗的下场就会和那座山一样。赤炎宗的下场就会和那座山一样。你这是在威胁我？你可以这么理解。另外，我不是在征求你的意见，只是在通知你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宗主，三思啊！不必再说，我意已决。你很明智。红绫，赤炎宗已非你容身之地，随我回去吧。区区一介凡人，竟敢如此猖狂！若非为了保存宗门实力，今日定要与他拼个鱼死网破。宗主息怒，他叶枫既敢在我赤炎宗放肆，就必须付出代价。这是怎么回事？都病了？宗主，您有所不知，宗门的粮草已经断了3天了，弟子们都是饿成这样的。断粮？怎么回事？我们的运粮车队接连2次被烧，而且都是那些会飞的仙人动的手，他们仗着能御空飞行，烧了粮草就跑，我们根本拦不住啊！竟有这等事！今晚我亲自押运，倒要看看是谁这么不知死活。按前2次的规律推算，那些混蛋差不多该出现了。他们来了！一群蠢货，被烧了2次，竟还不知换条路线。凡人终究是凡，连脑子都不好使。你们如此行事，就不怕军火宗的报复？
报复？区区凡人宗门，能奈我何？我们想来便来，想走便走，你们能怎样？你们那些古怪武器再厉害，打不中又有何用？与烧火棍何异？是吗？开火！哎，打不着，就是打不着。不怕告诉你们，我三人宗修速度系功法，就算你们宗主叶枫亲至，也只能眼睁睁看着我们烧毁粮草。我就在此，倒要看看你们如何烧。叶枫，真的是叶枫。军火宗宗主亲自押送粮草，看来是被我们逼急了。叶枫，我们就在这儿，你能拿我们怎样？来啊，有本事打死我！这般要求，我还是头回听说。好，我成全你。不对，这速度比刚才快太多了，快躲！你们都听到了，是他自己要求我打死他的。宗主威武！终于为我们出了一口恶气。这速度太快了，根本看不清。此地不宜。走。想逃？我还有更快的。再逃，这就是你唯一的下场。滚下来，否则格杀勿论。叶宗主饶命，是赤炎宗，是赤无极指使的。我等只是奉命行事，我们只毁了粮草，未伤一人性命，求宗主网开一面，饶我这条贱命。想活？可以，我给你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，按我说的做，不仅性命无忧，这些也是你的。若不然，单凭叶宗主吩咐。启禀宗主，军火宗粮草已尽数焚毁，任务已成。好，那叶枫近来气焰嚣张，此番正好叫他尝尝苦头。凡人终究眼界有限，此刻怕是正在宗内跳脚，无计可施呢。且慢，我记得派去的弟子共有3人，为何只回来2个？回宗主，李寺途中忽有感悟，急于突破，已先行回宗闭关了。哦，李寺上月刚至筑基9层，这么快又能突破？我赤炎宗何时出了这等不世之才？宗主，我弟子满口胡言，来人，拖下去，严加审问。而你周身气息全无，面目更是陌生，你究竟是谁？你说呢？叶枫，竟是你！阳奉阴违之辈，真当我叶枫不敢踏平赤炎宗？烧我粮草，断我生路，今日若不给个交代，休怪我荡平你这大殿。叶枫休要猖狂，莫非以为我赤炎宗会任你拿捏？我赤炎宗屹立火域万年，此前忍让不过是不愿多生事端，你真当自己能在这里为所欲为？万年仙宗岂会向你这凡俗之人俯首，痴心妄想？看来是我当初太过心软，早知如此，当初就该将你们彻底铲除。你的那些古怪兵器确实厉害，但我赤炎宗的底蕴岂是你能揣度？若真要拼个你死我活，你必葬身于此。实话告诉你，我等早就想会会你，一介凡夫也配在仙门圣地指手画脚。
若非宗主一再劝阻，岂容你嚣张至今？只需宗主一声令下，3刀之内，定叫你身首异处。我倒要看看，你们这不知从何而来的自信，能撑到几时？不过如此。叶枫今日定要你血债血偿，诸位长老结阵。以我精血引动乾坤，混元聚灵阵起。此乃上古混元聚灵大阵，可让我等全体提升5倍实力。我感觉现在前所未有的强大，叶枫还不速速伏诛？提升5倍又如何？我与你等之间的差距，如同萤火比之皓月，岂是一个阵法能弥补的？上，别给他喘息的机会。飞蛾步，自取灭亡。再给你们加点料，不堪一击。叶枫，你的实力超乎我的想象，不过事已至此，你不死也得死。为了守护宗门荣耀，怪不得我了。血祭开！宗主，你这是要血祭全宗门？与其看着宗门被叶枫灭，还不如把你们身上的血气都交给我，让我来守护宗门。口口声声为了宗门，却也做出血祭之事，可笑！这都是你逼的，我要你死！该死的是你！叶枫，要是我没猜错，这是你的最强一招吧？我扛了下来，接下来死的就是你了。这东西我还有好多呢。发射！终于结束了。恭喜宿主，一番一马，解锁新武器，核弹。赤炎宗一夜覆灭，下一个恐怕就轮到我们了。军火宗虽无修仙者，可那些古怪武器实在害人，我等该如何应对？我收到消息，那叶枫行事果决，但凡阻碍他扩张的宗门，无一幸免。我们迟早都是他的目标。诸位何必惊慌？对付叶枫，算我一个。荒域第一大宗，天煞宗主。不错，我与那叶枫有血海深仇，不死不休。联手对抗，方有一线生机。那叶枫手段诡异，连赤炎宗的浑元聚灵阵都奈何不得他。就算我们联手，你们还不明白吗？叶枫的野心是要建立一个前所未有的凡人宗门，所有修仙势力都是他必须清除的障碍。在他眼中，你们就像这茶杯，终将被一个击破。可是，我已请动青云老祖出山。可是500年前就已是大成巅峰的青云老祖，若真是那位前辈出手，对付叶枫确实多了几分把握。传闻青云老祖早已突破渡劫期，值得一搏。既然如此，自宗联盟就此成立，结盟诛杀叶枫，踏平军火宗。叶枫出大事了！何事让你如此慌张？刚得到密报，荒域天煞宗与火域3大宗门结盟，正要对我们不利。乌合之众，
何足挂齿。四宗联盟确实不足为虑，但他们请动了青云老祖，据说那位老祖出手便是灭宗之灾，一掌可断绝万里生机，绝非等闲之辈。断绝万里生机，听起来倒是有点意思。不知比起我的核弹，孰强孰弱？听说四大仙宗要联手围攻我们，宗主虽然厉害，可这次能挡得住吗？那可都是真正的修仙大能啊！我们这些凡人拿什么和他们斗？我还不想送死。我已经打算向宗主申请退宗了，总不能留在这里当炮灰吧？我也要走，我家里还有老母亲要靠我养活呢。你们快看，那是什么？该来的终究来了。叶枫，看看你这军火宗，大敌当前，人心惶惶，不过是一盘散沙。废话少说，既然你们执意送死，我叶枫便成全你们。送死？一个凡人宗门也敢在我四宗联盟面前大言不惭？我等并非嗜杀之人，今日凡是军火宗弟子，只要肯下跪求饶，便可安然离去。若不跪者，格杀勿论。不能跪，这是对我们的羞辱。对不起，圣哥，宗主，我真的不想死。我一个女子尚且不跪，你们这是做什么？快起来！凡人终究是凡人，稍加威慑就丑态毕露。这一跪若跪下去，往后就再也站不起来了。仙人又如何？我们手中有武器，就有抗争的资格。今日若跪，从此凡人永是低人一等。凡人也得有凡人的骨气。区区凡间蝼蚁也配谈骨气？拜见青云老祖。起来吧，老夫不过闭关500载，如今凡人竟也敢开宗立派，荒唐！尔等好歹是一方霸主，竟连个凡人都拿不下。老祖明鉴，那叶枫的古怪兵器确实威力惊人，不容小觑啊！区区凡人再强，又能强到何处？老夫翻手便可镇压。有老祖出手，那叶枫定然掀不起什么风浪。这是我四宗的一点心意，还望老祖笑纳。也罢，今日这凡人宗门便由老夫来料理。多谢老祖。叶枫，听到没有？有青云老祖出手，你军火宗在劫难逃。若是现在跪地求饶，或许还能留个全尸。未免高兴得太早了。我叶枫从来不是任人拿捏之辈。瑶瑶，你带所有人去之前准备的地方暂避，没有我的信号，谁也不准出来，明白吗？哥，你一个人能应付吗？你哥，我什么时候让你失望过？我相信你，所有人跟我来。叶兄，一定要赢！叶枫，千万小心。想逃？无妨，老夫自有秘术，能将这凡人宗门连根拔起，任他们躲到天涯海角，也难逃一死。正好用这凡人宗门来试试老夫新领悟的绝学——万天紧灭掌。来得正好，也让你们见识见识，什么叫核弹之威。青云老祖这一掌蕴含天地法则，莫说叶枫，就是整座军火宗山脉也要灰飞烟灭。老祖既出，叶枫今日必死无疑。就看看是你的仙法强，还是我的核弹强。众生平等弹，发射！
区反帖也敢硬汉继灭长，自取灭亡。幸好哥哥早有准备，让人秘密修筑了这个防爆地洞。如此毁天灭地的爆炸，若在地面，怕是无人能生还。总算是结束了，核弹之威果然不负盛名。恭喜宿主积分已满，解锁新武器尖星炮。尖星炮，这威力怕是真要逆天了。先去找瑶瑶他们。居然还没死。叶枫竟将老夫逼到如此境地，若不是千年苦修的不灭魔躯，今日万千残魂，如今老夫修为更进一层，这次定要让你神魂俱灭。没死正好，我还发愁这新到手的尖星炮找不到合适的靶子呢。万千残魂，竟助我突破之日，渡劫巅峰。这般力量，莫说你一个凡人，便是整个修真界也再无敌手。方才你那古怪武器，如今在老夫面前已如儿戏。井底之蛙也敢妄谈无敌？且看我这尖星炮，你能否接得住？这器物竟让老夫心生紧张，以我如今修为，应当天下无敌才对。老匹夫，尝尝尖星炮的滋味，发射！此物威力不凡，不可应接。此炮锁定目标，自动定位，任你逃到天涯海角，也避无可避。欺人太甚，老夫便不信挡不住。军火宗统御之地，不论仙凡，众生平等。从今往后，再无欺压。叶宗主，归我！凡人叶枫逆乱天道，违反世间规则，当诛。忤逆天规者，必遭清算。这是凡人叶枫，你可知罪？我何罪之有？以凡逆天，扰乱天规，其罪当诛。我不过是为求公平，何错之有？你有什么资格审判我？我宗弟子随我杀敌。上！天人又何妨？若天地不仁，我等便逆天而行，